7周新高，黄金1周暴涨7%。一份爆冷的非农数据，把金价一口气推到4399.7，白银更猛，单周飙涨接近10%。可越是这种直线拉升，心里越要打个问号，这波暴涨到底是牛市重新点火，还是一份数据撑起来的冲高回落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8日，星期六，市场已经收官。我们用这一期好好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一周，黄金和白银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再一起展望下周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本节目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复盘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拿主意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本周黄金收在4399.7，单周大涨7.13%，白银收在63.5，单周更是暴涨9.89%，双双走强。第二，点燃这把火的是周五那份爆冷的7月非农就业报告，就业大幅萎缩，直接把降息预期重新点着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下周3的7月 CPI 通胀数据，还有黄金4400这道新的心理关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我们先看最新的，也是最关键的周五这一天。周五黄金强势拉升，最高摸到4432，最低也有4288，最终收在4399.7，几乎就贴着4400的整数关口收盘，单日涨幅超过2%。这一根大阳线正是整整一周行情的点睛之笔。然后我们把镜头拉远，看这一整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里的。回顾这一周，黄金几乎是一路向上，周一到周三价格就在4100到4300之间稳步垫高，多头不急不躁地往上抬。周四高位缩量整理，收在4299.6，看似歇脚，其实是在蓄力。到了周五，非农数据一出，压抑了几天的买盘瞬间爆发，一举突破。这里我要很诚实的跟你做个回顾，上一期节目我特意把4385这个6月高点标成了全局的分水岭，还说了一句，如果非农偏冷，它很可能就是突破的催化剂。结果这一周剧本几乎照着演，非农果然爆冷，4385被放量踩在了脚下。这个位置的功课含金量很高。那么这一周到底是谁在主导盘面？从量能上看，答案很清楚，是买方。周一到周四价格是靠着温和放量，一层一层往上垫的，属于比较健康的上涨结构，而不是那种今天冲高，明天就被打回原形的虚涨。到了周五非农之后的放量突破，更是把主动权彻底交到了多头手里。当然，凡事都有两面，看多的人会说，价格既站稳了50日均线，又拿下了6月高点，趋势已经由弱转强。但看空的人会提醒你，这一周涨得又急又陡，短线积累了大量获利盘，只要下周数据稍有风吹草动，这些浮盈随时可能集中兑现，引发一次凶狠的回踩。哪一种剧本会上演？下周的 CPI 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个裁判。白银这一周比黄金还要抢眼，它单周暴涨9.89%，明显跑赢了黄金的7.13%。金银比价从上周的71附近回落到了69.3。你可能会问，白银凭什么涨得更凶？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双重身份了，它既是避险的贵金属，又是工业金属，弹性天生就比黄金大的。我常打一个比方，如果说黄金是一辆稳重的轿车，那白银就是同一条赛道上的跑车，油门一样踩下去，跑车窜得更快，但刹车的时候也更容易失控。这一周风险偏好回暖，降息预期升温，等于给这辆跑车灌满了油，它自然就冲在了前面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白银这波补涨，成色还要打个折。它虽然一周大涨，却也才刚刚摸回到自己50日均线63.67的位置，等于是把之前跌下去的坑填了回来，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突破。也就是说，白银的强更多是跟着黄金水涨船高，外加低估后的反弹，而不是自己走出了一段独立的强势。而且从金银比价的角度看，比价从71回落到69.3，方向虽然对，幅度却并不算大。历史上白银真正的大行情，往往伴随着比价快速、大幅的压缩，而这一次只是温和回落，也从侧面说明，白银眼下还只是被动跟涨，主动补涨的号角还没有真正吹响。这个区别，后面看技术面的时候会更清楚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点燃了这一整周的行情？答案非常集中，就是周五那份7月非农就业报告。数据显示，7月美国不但没有像市场预期的那样新增8万个岗位，反而净减少了23000个，而且6月的数据还被下修到只增加2万，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实打实的爆冷。我们把这条传导链一步一步拆开来看，就业是美联储最看重的2大目标之一。就业突然转差，市场的第一反应是经济在降温，美联储再继续把利率摁在高位的理由就没那么充分了，于是降息的预期迅速升温。降息预期一起来，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，10年期收益率从周四的 4.69 回落到周五的 4.65， 对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更是从 4.25 直接跳水到 4.19， 收益率一跌，美元跟着走软。那这一切为什么对黄金是天大的利好？这就是我反复讲的核心逻辑。黄金本身不生息，你拿着它不会像存款或债券那样给你利息，所以当债券收益率下降，持有黄金那种少赚利息的机会成本就变小了，黄金的吸引力立刻上升。再叠加美元走软，用美元标价的黄金对全世界买家来说变得更便宜，需求进一步被点燃。收益率跌，美元软，降息预期升，3股力量同时往一个方向推，这就是本周黄金和白银能一飞冲天的根本原因。我知道，讲到收益率、实际利率，很多刚入门的朋友会有点晕。我换一个最生活化的比方，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套不收租的房子，它本身不产生现金流，而债券收益率就相当于隔壁那套能收租的房子的租金回报。当租金很高的时候，大家自然更愿意去买能收租的那套，不收租的黄金就显得没那么香。可一旦租金回报开始往下掉，2套房子的差距缩小，那套地段好、能保值抗通胀的黄金反而重新变得抢手。这一周发生的正是租金回报下滑，资金重新青睐黄金的故事。理解了这一层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一份看似只是就业的数据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。这里要专门说一句避险这条线，你可能以为这波大涨里有地缘政治的功劳，但说实话，这一周真正的主角并不是战争或冲突这类避险情绪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宏观数据和降息预期。也就是说，这一轮上涨的地基是建立在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压注上，而不是恐慌情绪上。这一点非常关键。靠预期撑起来的行情，最大的软肋就是一旦预期被下一个数据推翻，涨势也可能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所以避险不是这次的功臣，这反而提醒我们，这波涨势对数据的依赖度非常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哪天真冒出一个突发的地缘风险事件，那反而会给金价再添一把火，形成避险和降息预期的双重驱动。但只要没有这种意外，黄金就得老老实实的看数据的脸色吃饭。顺着这个逻辑，就绕不开美联储。现在市场几乎是笃定，这么一份疲软的就业报告会把美联储往偏鸽的方向推，年内降息的压注明显升温。
对黄金来说，真正要紧的不是名义利率，而是实际利率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钱真正的购买力回报。当市场相信美联储要转向宽松，实际利率往下走，黄金这种不生息的资产，含金量就会水涨船高，这也是本周金价的底气所在。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市场交易的从来不是已经发生的事，而是对未来的预期。本周金价涨得这么猛，并不是因为美联储真的已经降息了，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降息的时点被大大提前了。这就是预期的力量，它能让价格提前几个月把还没发生的事先走一遍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，预期这东西来得快，散得也快。一旦下周的通胀数据不配合，这份被提前透支的乐观，完全可能在1天之内被市场收回去。但反过来，我也要泼一盆冷水，这份底气是建立在降息如期兑现的前提上。万一下周的通胀数据偏高，美联储被通胀绑住手脚，没法痛快降息，那么这个逻辑的地基就会立刻松动。所以美联储这条线眼下是黄金的朋友，但它随时可能因为一个数据翻脸。看完基本面，我们来看技术面，这是判断这波到底能走多远的关键。黄金这一周最大的技术意义是它同时站上了50日均线4145，又放量突破了4385这个6月高点，价格重新回到50日均线上方，意味着中短期的趋势已经由弱转强。但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它的头顶上还压着一条更重的线，200日均线在4587，价格还在这条长期均线的下方。这说明从更长的周期看，黄金还在一轮大级别的修复通道里，谈全面牛市还为时尚早。往上看，第一道阻力是周五的高点4432，再上是4500整数关口，然后才是决定长期方向的200日均线4587。往下看，4385这道刚拿下的高点，现在反过来变成了第一支撑，再下是4300整数关，最后是多头的生命线50日均线4145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200日均线的分量，它是区分反弹和反转最重要的那条线。价格只要还在它下方，无论涨得多凶，严格来说都还只是一轮修复行情。而一旦带量站上4587并且站稳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趋势反转，届时黄金的想象空间会彻底打开。反过来，如果连4385都守不住，快速跌回50日均线，那就说明这波突破是假动作，多头需要重新积蓄力量。再看动能指标，黄金目前的14日 RSI 是67.4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，数值越高代表越超买，越低代表越超卖，一般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67.4 是一个中性偏多，但已经逼近超买边缘的读数。这个数字很有意思，它一方面说明多头动能确实很强，另一方面也在提醒我们，短线继续往上的空间正在变窄。回到开头那个反转还是冲高回落的问题， RSI 还没到超买极值，说明这波涨势本身还没走到强弩之末，但它离超买只有一步之遥，也意味着一旦有利空，回踩洗盘随时可能发生。白银的技术面逻辑和黄金类似，但要更谨慎一些。它这一周虽然暴涨，却只是刚刚碰到50日均线63.67这道天花板，连周五的高点65.48都还没能站上去。也就是说，白银现在正卡在一个关键的分界线上，站上63.67并且守住，才谈得上真正转强，去挑战65.48和66。如果站不稳，跌回61.6甚至60的整数关口，那这波暴涨就又只是一次填坑式的反弹。白银的14日 RSI 是59.9，比黄金低一截，还处在中性区域，这也印证了它的强是跟涨的强，而不是领涨的强。对喜欢白银高弹性的朋友，我要多提醒一句，
涨的时候它最猛，跌的时候它也最狠，这把双刃剑务必拿稳。说到这里，必须要有一段冷静的风险提示。这一周涨得越痛快，我们越要保持一份清醒。第一个风险是这波行情高度依赖单一数据，靠一份非农撑起来的涨势，也可能被下一份数据轻易掀翻。第二个风险是黄金 RSI 已经逼近超买，白银还没真正站稳，追高进场的性价比在下降。第三个风险是下周三的 CPI 本身就是一颗不确定的雷，所以无论你手里是多单还是空仓，都请务必谨慎，控制好仓位，别被暴涨冲昏了头，保持冷静，永远比追逐涨幅更重要。风险从来都是藏在最亢奋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把目光投向下周，做一个前瞻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下周最重磅的事件是周三揭晓的7月 CPI 通胀数据，上个月的读数是 3.9%， 这份数据几乎会直接给这波降息预期盖章或者撕票。如果 CPI 继续降温，那就等于给美联储降息扫清了障碍，黄金有望站稳4400，向上去试探4500乃至200日均线4587，这是向上的剧本。反过来，如果 CPI 意外反弹，通胀重新抬头，市场就会担心美联储被迫按兵不动，金价很可能冲高回落，回踩4385，甚至下探4300，这是向下的剧本。把下周的日程整个摊开来看，周三的7月 CPI 是绝对的重头戏，市场会盯着核心通胀，看它是继续回落还是意外反弹。紧接着周四的 PPI 生产者物价可以看作是 CPI 的先行印证，如果两者方向一致，行情的确定性就会更高。周四到周五还有零售销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，用来观察美国消费的冷热和通胀预期的温度。这一连串数据里，任何一个明显偏离预期，都可能成为金价变盘的导火索。所以下周与其去猜方向，不如把关键位牢牢记住。向上看4400能不能站稳，向下看4385守不守得住，这些就是短线真正的胜负手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甚至更久，支撑黄金的是一批更深层、更结构性的力量。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，美国高企的债务负担，以及一旦降息周期真正开启后走低的实际利率，这些逻辑不会因为一周的涨跌而改变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短线要警惕数据引发的回踩和洗盘，长线则依然偏向多头。短线和长线看法不一致，恰恰是这个位置最真实的写照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暴涨到底是牛市重新点火，还是一份数据撑起来的冲高回落？我的判断是，趋势确实由弱转强了，站上50日均线，拿下4385，都是实打实的进步，这不是单纯的假动作。但要喊出牛市全面重启，还差最后一步，金价必须站稳4400，并最终拿下头顶的200日均线4587。在此之前，它更像是一轮强劲的修复，而不是全新的主升浪。而下周三的 CPI 就是决定它继续向上盖章，还是被打回原形的那把钥匙。所以今天的核心判断，我用一句话送给你：别追高，先看4400站不站得稳。那么问题交给你，你觉得下周 CPI 出炉之后，黄金能不能站稳4400，直冲450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再次郑重提醒各位朋友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复盘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盈亏自负，请大家务必独立思考，谨慎决策，管好自己的仓位和风险。如果这期周记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行情你都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